大家好，今天是12月8号，视频再来猜测一下狗狗币下一次短线变盘的时间点会在哪一天啊？当然，它目前的价格是在震荡啊，已经预期了有1个星期了，有可能会在这一个区间稳出一个区间。至于原因，等下再来跟大家重申。那另外，昨天有讲到的猜测这一个狗狗币的时间，如果从这个低点到这个次高点，你拉到这一个次低点的位置，它这一波启动。0.618 的位置是一根大涨的 K 线，如果加上上影线的话，这一根 K 线是1倍哦。后面是在时间满足1倍的时间点，这一个矩形的低点给大家命中。当然，我当时是没有用时间啊，我只是用这一个形态矩形来给大家判断。而且有朋友是讲这一天就是华夏24节气的小雪，那现在又有发现，还有另外一个重合点啊。比如说从这个次低点涨到这个高位，你重新拉到这个低点的位置，有没有发现 0.618 的位置它也是同样重合在这一天？那下一次短线震荡到位以后，它会在哪一个时间点有没有可能变盘？我等下跟大家讲。因为包括最近短线上其实也是有一些利好的消息，以太坊我们也可以看一下最近的一些新闻啊。昨天是有看到加密货币交易所币安 US 它是将要取消以太坊的交易费。那等下也来跟大家聊一下这个以太坊现在的图形要怎么来观察，因为我很长时间没有跟大家讲这个以太坊的，一直都是在持有长线哦。当然前面这一个$1000附近，为什么跟大家讲抄底以太坊，其实里面也是存在一个时间的关系。我们可以观察一下，不光是狗狗币有这种现象，以太坊从高点这一波 A、B、C 跟 A 是在复制它的一个时间啊，就是这个$1000附近，是不是 A 跟 C 的时间也是在复制？当然空间我没有去算啊，所以当时是跟大家讲1000有可能是会不会是一个底部？我买的话在这个位置也没买，整个长线目前是还是持有。等下来跟大家聊一下，现在整个市场到底缺什么？有可能还是要看这一个比特币啊。复盘之前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 也可以我们邀请链接注册，币安 OK 返佣20%，需要认证啊，也可以用亲戚的去认证，币安转币安或者是 OK 转 OK， 不用手续费了。那我们来看一下，先来聊一下这个狗狗币，原因已经讲了有一段时间了，主要就是这个区间的压力，你如果再拉长一点的话，它的压力就是在1年前的一个收盘价的这个压力，就是这个压力是在这个压力区。那现在短线上既然矩形满足位就是上方一个矩形，有可能这个位置它提前来震荡，要把这个压力跟这个压力给化解。因为昨天有聊到的这么一个观点，目前的这一条蓝色的我也是很看重的一条年线的成本，它目前还是向下有一个牵引的作用，有可能是不是不排除。当然这个位置要买的话也是可以哦。你如果是担心的话，我知道有些可能还是一些空方的思维的朋友，你如果担心你就观察一下它还有没有可能回到这个矩形，甚至再去踩这个250美，因为目前的成本，年线的成本，今天是在这一根啊，那昨天是40天，你如果是再拉一个时间的话，大约还要39天，有可能这一个成本来到这个低位，只要价格它还是在这个区间，下一步这一条250的均线，它会从下弯的一个走势走成一个慢慢上翘的一个走势。有可能是不是时间到位，会不会上？当然，至于短线的时间，昨天已经跟大家讲了，一个是就是1.382的时间，你去细心回顾一下，之前其实0.382的这一个次低点，这一根 K 线是有一个下影线啊，这一个就是之前在10月13号的时候，美国那个 CPI 有一次是不及预期。但是下影线它破不下去，所以有时候自然现象的黄金比例时间窗口，它会跟一些事件去重合啊。那这一次我们也要留意一下，就昨天讲到一个观点，狗狗币如果它在这个区间整理到位以后，下一次的时间一个是在 1.382， 你去观察一下，这一天是在12月16号，也就是下周的15号前后1-2天。
美联储不是要再公布那一个利率决议啊，它要再加50个基点还是75个基点？我长久一直跟大家讲，最好是能100个基点或者是200个基点的给我加到这个市场比特币它不跌的时候，有可能是不是就是下不去啊？因为之前一直在加的话，狗狗币就是这样子啊，它就是不跌啊，横盘横了半年，所以之前也在这边有买的话，我的观点是一定要给我持有住啊。当然，比特币后面是往下破，狗狗币它有利好的话就上去。那这一次的时间点我已经讲了，这个 1.38 的位置是在12月16号，有可能15号的时候，我们到时候就要留意整个整理到位，到底是要整理到哪一个位置。当然，低点要让我猜的话，我也不一定会真的猜得这么准，真的这个就稳住了吗？前面这个低点是给大家猜中，那还有一个时间窗口，我们要观察一下。另外一个时间就是刚刚跟大家画的。你去观察一下，如果是在从这个开始算这个高点回撤的这个低点，重新算它的时间，这里面的趋势，当然不一定它是这样子上去啊，因为现在上去的话，有可能目前是在震荡。那这里面的曲折，我们可以观察一下， 0.618 的时间是一个转折，1倍的时间在这个次高点有一个转折，那 1.32 的时间在这个高点也是 1.38 前一天这边有一个转折。目前也只是在猜测有没有可能11号的时候，因为这一次的高点你如果开始计算1、2、3、4、5、6、7 11号的时候是从这个高点开始计算的7天的那个时间，因为斐波那契数列8天是一个时间，所以这只是针对超短线。那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以太坊，很久没有跟朋友们聊的，其实长线我还是一直选择在拿。那现在它的形态我们要怎么来观察？你只要看几个形态，这边有一个矩形，我直接用这个矩形嘛，后面要保留啊，就这边有一个矩形，那你再观察一下这边是不是也是有一个矩形？那现在的一个图形就是我们如果在这边画一条中轴线过去来观察的话，它还是接近这一个矩形附近啊，有可能是不是上又有一点压力，下又有一点支撑，好像感觉不上不下。上一次的那一个 FTX 的黑天鹅，它下去以后其实能回到这一个区间，有可能说明目前整个长线它还是需要时间来合。如果是短线上的一些朋友也可以看一下前几天跟大家讲的那个比特币，它其实有一个 baby， 现在以太坊短线是比那个比特币要弱，你短期就观察这个位置到底能不能守，就是这个 N 型的高位，或者是你防线你可以设在这个 N 型的低档，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防线。有可能目前整个市场也是有一些利好消息。我们看一下币安在11月22号的时候也是让这个什么 Mesa 帮他们做一个审计啊，它这是一个财务审计公司，不过不是官方的。现在昨天的一则消息已经是出来了，因为自 FTX 交易所爆雷以后，很多中心化的交易所它也是担心客户会不会流失，一直在比如说出一些链上的客户资产的证明，或者是客户的资产他们是有质押的证明也出来了。客户的净余额比特币是在57万枚，现在质押率抵押率是在101，就是说明他没有把客户的比特币拿到什么地方去乱七八搞，或者是卖掉，或者是去搞一些风险的交易啊，或者是其他什么巴拉巴拉的。当然这一个证明网上也有一些评论啊，他是说这是非官方的，所以也不能代表什么。但是我的观点是，至少有向好的一方面发展。那至于什么时候比特币会就是大涨，我这2天已经跟大家讲了有一段时间了。整个比特币它在低位的区间是一直在画矩形啊，这是一个矩形，4个小时里面啊，这也是一个矩形。那这边前几天是跟大家讲，这边也是有一个矩形，但是它不同于前面的几个位置，最好是能不能先挖一个坑，但是这边还没走出来，我是希望它能不能挖一个坑上去的话，也是可能是觉得是不是真的就要变盘嘛，要突破啊。但是最终是又回来，要回来的话，那我的观点就是它不同于前面的这2个矩形，这边是挖坑，这边是挖坑，目的为了什么？如果我们把指标加上去的话，它是这样子，就是这个高点没过这个高点是好事，因为
指标不会背离啊。那这个高点没过这个高点，就是矩形不突破，它是好事，指标不会背离啊。但是这一次前2天已经跟大家讲，这个高点过的时候你没有稳住啊。如果是稳住的话，那就好，有可能是不是就是大雪24节气的，真的就突破了吗？那是又回来，那就说明这个高点过了这个高点不是好事，它是背离，背离的话有可能就是会破低啊。所以昨天把这个矩形低点给破了，破的话，但是现在有没有可能真的就要崩盘往下，还是要再来一波熊市？我也不是很清楚，但是我的一个观点是，有可能这个位置主力又是在骗线，不断的陷阱，现在是感觉又回进来啊，能不能确定回进来？短期已经没2天了，又要开始放假。那短线上，你如果真的是超短线的朋友，已经跟大家讲了，顶背离的位置，你看一下它是不是非常巧妙？顶背离的位置，你如果真的喜欢做空，我没有做啊。那如果是底背离的位置，现在又是底背离的位置，你真的喜欢做多，我也没有做啊。最近已经是1个星期没有在操作短线，都是在持有长线的仓位。那什么时候会来大牛市？我今天再来跟大家聊一下。比特币在历史上它的熊市，以前有跟大家讲过，我们看一下这个时间啊。这一波如果我们从6万9的高位去观察一下它的时间，现在为什么不大涨？有可能就是时间空间可能是差不多了，时间可能也是感觉是也是快已经超过1年了，364天。那上一次熊市的时间，如果我们这样子来计算，比如说17年、18年的熊市，它到这一个最低点持续了300多天，也是300，我们看一下吧，到这一个位置嘛，也是366天左右。它后面它有没有急着马上这样子直接牛市上去嘛？没有啊，你可以看一下它是又横了多久，横了很长一段时间。这边时间是多长？接近100-200天啊。那我们再看一下上一波的熊市，这是400天啊，因为我刚刚已经画了，我重新再画一下吧。就是我们如果以这个低点来计算，不以这一个最低点，因为它后面是在横盘啊。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这一个牛市的高点，13年11月份左右嘛，到这一个位置其实是400天，所以我的观点是，现在的时间也是接近360多天，可能是不是要再横盘？为什么不大涨？就是因为它跌到位以后，有可能还会类似有这种横盘，200天的横盘，甚至还有更低的低点。那我们再观察一下，其实上去以后它也会再横盘，这个位置也等于是横盘，又横了200天。所以，现在的一个。如果是长线的朋友，我的观点是，我是一直选择在抱啊，因为确实是跟6万9我们都逃过了，2万开始吸引力，我感觉是越来越有吸引力了。而且，比如说上去以后，19年牛市有一波短的一个牛市啊，后面是又疫情爆发以后，它这边又破低。时间来看的话，我感觉它其实就是类似一个横盘，也是横了200天左右，所以。未来的牛市会非常的坎坷。那至于牛市要有什么条件来推升，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孙宇晨的一个推特，他这边是一个不太受欢迎的一个预测，就是 Next crypto bull market will depend on the Chinese rather than the Americans。下一波的牛市要取决于中国人，而不是美国人。其实我是很赞同他的一个观点，因为历史上有看过一些统计的资料，在哪一个国家的市场能大涨的话，或者是赌徒的心态，黄种人是比白种人更疯狂啊。为什么日本在80年代还是90年代的那一个房地产的大牛市，或者是日本的股市当时涨到4万多点，其实就是黄种人的整个赌徒的心态比白种人是更强烈啊。所以我的观点是，有可能目前的整个比特币它需要时间来横，包括现在整个大陆的一些政策，它在历史上也是不断的给比特币判死刑，但是最终下来，比特币在历史上它最终都是大涨的。最后还是一样，可以点我们的 YouTube。